任嘉伦私生活遭诽谤，杨紫被伴郎抓住了。刘诗诗粉丝群反对，媒体就像一个小世界，里面住着很多工匠，他们很灵活，给每个人带来了很多快乐。任嘉伦私生活遭诟病，任嘉伦的私生活最近被一些有兴趣的人提到，证明他作弊或类似的事情。这件事应该是假的，说实话。他的秘密生活仍然极其一尘不染，基本上除了工作，他和他所爱的人在一起。关于作弊，没有任何东西。他被诽谤的动机与新出现的公立学校应征者有关。尽管任嘉伦，但圈内仍有不少交通匠人没有脱身，各种道听途说满天飞，真假难分。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只需要记住某件事，也就是说，假设没有真正的雪橇，不要相信他。杨紫被伴郎圈套，杨紫同样被一个高手的伴郎给圈套了。他同样抱着旧爱，需要通过杨紫帮助圈内的一些资产。综合考虑，尽管他不怕现金，但他实际上是从媒体那里带来了现金，所以他没有私下投降。正常情况下，杨紫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可是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他也帮不了他。综合考虑，他的生意太大了，需要重回圈子的机会几乎没有。很可能他购买了更多的茶，这对他来说可以看作是一笔交易。刘诗诗粉丝团打架，刘诗诗的粉丝团最近宣布暂停3张蓝 V 唱片，这也是从他的新节目《关山一念》中得到的。解释是节目组的遮掩横幅位置、粉丝言论的擦除等。对于刘诗诗来说，这是最近最大的一次粉丝大战，因为她个人一直都比较佛系。如果这次团队和工作室没有给粉丝一个好的回应，我接受它不会这么容易结束。终于，我走进大家，好好追星，用匠人的好处精通，更好地演绎自己。02，杨幂曾经给李易峰摘胎是真的吗？我个人不相信这是有效的。尽管媒体上的传说极其杂乱无章，但它们是有效的和误导的，虚假的和有效的。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在媒体上说，似乎几乎每个人都拥有所有不能说的安全性。杨幂和李易峰都是名人，也是著名的艺人。无论是在片场、在片外、在他们的家之间，还是在大法院广场之前，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会相互接触。关于杨幂为李易峰摘胎的事，现在的情况只是聚会都熟悉，只有男女英雄才能提供有效保护自己的证据。几个在故事中意识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知道它是有效的还是误导性的。自媒体或其他通信渠道将迅速产生大牌影响，这将建立两者的恶名，并在一段时间内传播得更远。如果目标完成，它会额外获得荣誉和财富。这么值得感恩的事，何不让它发生？但是没有风，不能保证没有风。说来扯远，不过为什么网上的骚动跟杨幂自己的风格有关？更聪明的是珍惜和自制，留心才能跟上某些人的步伐。感叹号！感叹号！尽管你们分开了，但你们同样是父母，所以不要那么放松。今天他是他的他，明天他是他的他，现在的现在是他的前任，即将到来的前任是他的公职人员等等，最后连他自己都做不到。找出这些多方面的联系。03 60集有57个哭戏，杨紫贡献了课文的哭戏作品，却被从架子上拿了出来。你不会同意的。杨紫之所以能在《白蛇传》中成为超级名人，就是要感谢周冬雨。拍《白蛇传》的时候，正宗的女主变成了周冬雨，可是周冬雨觉得自己变成了现在已经不适合赌大眼美女了，于是导演将目光投向了单纯出演青云志的杨紫。杨紫注意到男主变成了任嘉伦，一言不发就答应了。可没想到任嘉伦却变成不愿意和他一起拍吻戏，这让杨紫这个女孩子特别尴尬。不知道导演怎么扇了任嘉伦的耳光，他变成了不甘示弱，直到昏倒的样子，改天被遣散。去了医院之后，大家都明白了他的辛苦。任嘉伦天衣无缝地加入了这个团体。
那个时候，他在《大唐荣耀》拍摄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加入了《白蛇传》，但是有杨紫这个开心果，更大的难化也可以瞬间完成，甚至任嘉伦也可以。采访过程中不要离开杨紫3句。然而，尽管有这么一段私人时间，任嘉伦在拍戏的时候却变得异常的害羞。他只是为了检查一条二码线而变得尴尬。每天拍摄之前，他都会多次追踪他的踪迹，并试图跳过他。对于杨紫来说，最难熬的就是哭戏。杨紫在教科书式的哭戏中，对新手的显示屏做出了贡献。我不知道有多少眼药水专家在脸上打了耳光。拍这部剧的时候，已经有57集、60集了。哭的一幕让杨紫的脸红肿了，正确的挡住了说自己做过美容手术的黑人恋人。可他没想到的，却变成了总有一天会被爆哭的他，或许有一天会被逼哭。这不是因为杨紫不敬业，而是因为他太负责任了，因为他认为必须有一个精彩的剧本才能在显示屏前瞄准目标市场，需要先被感动。所以当导演在确定的场景中让他哭时，如果他没有感觉到感动，他可以问为什么，直到导演或编剧说服他。而导演也注意到哭戏太多，把所有的哭戏统统整理了一遍。拍戏的时候，除了导演和青涩的荧幕，全场都靠杨紫自己，尤其是在紫萱恢复了记忆，变成了白瑶瑶的惩罚，和她一起拍的动作。手掌使人类毫无疑问地认为他面前有一堵墙。而现在已经不是很久以前，杨紫和肖战为了生活的放松而集体劳作，请多多指教。得知父亲得了癌症后，杨紫偷偷跑出去独自哭泣，这无疑让人不得不抬头拥抱她。当年，杨紫和任嘉伦的《白蛇传说》变成了脱柜，法海的恋情变成了最简单的挡箭牌，背后的真正原因变成了震惊。一开始，《白蛇传》在不到22小时的时间里，就变成了过亿的播放量，翌日速度飙升。然而，其中一部名剧却在最简单的11天播出后就惨遭下架，通过众多网友的方式化为幻灭。之后有大佬回复道，内容材料希望调整。无独有偶，在此过程中，杨紫也成为了杨紫的标签，因为肯定论被困在了红米舆论中，但谁也没料到他会因为论肯定被下架。而这时候又变成了传闻，白蛇变下跪的原因变成了小青和法海的恋情破坏了佛像，变成了另外的报道。有人在网上发起投票，因人数繁多变成了12万之多，平台为了避难而将画作剔除。如果远真如此，赵文卓和张曼玉这辈子的青蛇现在就不再提了，作为经典。显示器转播后，并没有像现在的电视显示器那样迷住目标市场，而是推出了全集，而且集团没能花1分钱让显示器在最近的搜索中落下帷幕列表，这让反派们怀恨在心。毕竟任嘉伦的《大唐荣耀》在那个时候变成了下架，然后重新上架。既然是这样，现在很难再让人觉得场景后面有 H 手掌了。你认为你研究了什么？04，李易峰有复出的机会吗？李易峰根本没有翻盘的危险，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艺术家的诚信了，他无法无天，他没有责任，显然没有市场。李易峰已经夕阳西下，想要东山再起，难度很大。他毕业于川西的一所大学，不像日本京剧或北影的明星，郑爽和吴亦凡都是学过的指令。游乐企业虽乱，但监管无情。哪怕是天朝根本无法翻盘的帝国，更何况是区区一个李易峰。李易峰的复出可以说是不可能了。看看前辈黄海波、吴亦凡、王力宏、李云迪、罗志祥、P-Gong， 哪一位已经卷土重来？哪个不后悔毁了枪？说不定还能把他1、2的脸再次展现在游乐圈内。还是老老实实的穿越到一个正常的存在吧。你可以用之前赚到的钱做点什么，不要想着轻轻松松谋生。这么算下来，李易峰想要翻盘还差得远，因为他现在的品德已经不匹配了。正如复古的发音所说，如果现在不再匹配独特的特征，那么可能会有不幸。去年，Gong 通过行政部门的方式被迫阻止体育运动，尽管他希望在私人酒吧露脸。
相关部门是减少恐怖演员根源的办法，不同意内部数十亿资本的电力。在规定面前，还不如朝阳公安某路派出所那么准确。可以肯定地说，李易峰没有卷土重来的危险。中国现在对游乐企业非常严格，此类信息骇人听闻的艺术家确实被禁止，他们现在甚至可能不再提供赚钱的可能性。李易峰出狱后会把之前赚的钱都花光，所以他可能是个正常的帅哥，像正常人一样赚钱。